这个视频主要介绍我们出的那个有源电流探头，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一共有3个型号，C05A、C20A、C30A。那后面的是代表它的电流良程，比如说 C05A 它是正负5安的电流良程啊，20A 就是正负20安的电流良程。我们这里的用5安的这个 C05A， 然后举例子哈，那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有源的电流模块，然后接到还是我们的骆驼示波器的扩展口，那这边会有2个大电流的夹子啊，它是接入式的。就是你需要把它就像望远表电流档一样，你会把它串接到你的电流回路里面。你的电流，比如说定向电流，电流从蓝色的进来，然后这里面有一个1.5毫欧很小很小的电阻，对你的电路没有什么影响。然后从黄色的流出，然后这样接入回路了以后，它的电流中间是隔离的，是有个1.2千伏的一个隔离保护电压保护。那它通过电磁感应，然后这边感应到它的电流强度，然后转换成电压，然后输入到我们的示波器。示波器本身测的是电压，但是我们的示波器软件是支持任意探头的，就说你有任何物理量的电流探头可以通过标定，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就设定好了。但是我们自己说的探头，这个是有默认下拉列表的啊，你默认就直接支持。我们一会儿看一下，这边是个电源啊，电源是2个输出，我是用电源直接接这个电流探头，相当于是一个把电源短路，因为电源短路我可以调它的输出电流，然后你可以看到0.052伏，它已经到快4安的一个电流，这里面就已经有一个短的电流了，大概是4安左右大概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软件这边我们是通过宽容口是在 B 通道但是直流我要打到直流档，因为交流档这种直流是看不出来的。用之前我们想我们的电流探头是在扩展通道 B 通道的这里面，自定义探头我们下拉会有一个 Lotto C05A， 我们选上以后这就已经标定好了这是因为我们默认支持的这种电流探头那你最好是用高分辨率模式，像这种比较慢速的信号，比如说我现在用1秒的2秒的时间单位。因为我一会儿要用手动来调，让你看一下它测电流的情况。2秒每格，我选择2秒每格，那就一屏幕20秒，它会缓慢的这样去扫屏这样我们能看得清楚变化。那这是之前的支持2秒每格，因为它的采样率相对它数据量比较大，它其实现在就不是8位了，就是在高分辨率模式下，它现在是14.6位，可以看到线很细当然你看实时模式，它的线还是很粗的，因为它提高了牺牲了采样率，提高了分辨率高分辨率模式，这个我们有单独的视频讲过。为了拍视频看得清楚，当你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我们看一下最大值、最小值，然后峰值3个值，我们拿到这边来。这个是方便你工作的时候，就是在高级选项里面可以突出显示。当然你的这些测量底下这边是很全的，但是拍视频你可能看不清楚，有点小，或者是你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放大摆在某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现在我来操作一下，现在的电流已经这样子流过了一个回流，现在接近4安，然后这边是把它转换成的电压采集进来，在这显示，软件上已经把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已经调整好了看到没？我手拧的是在调它的电流最小拧到83毫安，然后拧上去，这是粗调，然后细调是这个这是5安，5安的时候5.1安，看我们最大这个测的是5.3安左右这个会有一些误差最大值最小值。现在调在1.6安左右，它这边已经更新上到1.6安，1.6161.7 1.619它现在已经开始稳定了，基本上在1.6安左右现在是292毫安290几，它已经最大最小值已经开始小调，最大值还在调整这样我手来拧动，其实是模拟了一个电流的变化然后这是小范围的拧动，这是一个微调的旋钮，但是会有一个小范围的波动这个微调，这是粗调。我现在把 B 通道调到100毫伏的档位。那这个的意义是说，我现在原来刚才是1伏的每格，然后现在调到100毫伏每格，就说可以测更小的电流。当然我还是不用这个档位的电压值，我还是刚才用的探头的标定值那你把它更小的电压档位，它的量程小了，它的精度会高了，就是它测量范围虽然小，但是它可以测更小的毫安数。那我们来看一下。拧小量程拧到360、390、400多这个400多最大值已经400多了
然后拧一个小的，现在是100啊，已经过了哈，那再拧个高的145，这是个468啊，大概468啊，基本上是准的。好，那你看我这样随便动一些啊，我定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390多，接近400毫安，好，它出来一个400多毫安的最高值，我现在往下拧着小，看它降低，那我人为拧一些很小的波动。很小，也就10几毫安的波，很小的波动，我把它暂停掉。然后我来用标尺来看，比如说找一个典型的一个小的波动，比如说这些波动，我们看它的德尔塔 B 等于37毫安，在这儿37毫安，就说假如你的信号有37毫安的波动，在这个档位是可以看到的。但是这边有更低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有20毫安左右，10几毫安的也还有这样就是大概的情况。就是你如果是在高一点的档位，在这种大量场的你可以测到正负5安，然后在小一点的档位，但是你把这个电压轮盘它的放大倍数是生效的，那你的电流已经标定过了，你这边的读数是正确的，但是你切换档位有可能会需要重新校铃，这个没有关系，就多了一个步骤